夫女足真正的野心根本不在绿茵场上，它是一场藏了25年的大国博弈。如果你现在去影院刷功夫女足，仅仅是看了一群姑娘踢球的，或者为了那几声无厘头的笑话去的，那我只能说你亏大了。很多人说周星驰江郎才尽，我笑而不语。古人云大俗即大雅，大隐于世。最高级的家国叙事从来不是慷慨激昂的口号，而是藏在嬉笑怒骂的市井喜剧里，藏在每一场球赛、每一个号码、每一处镜头细节里。当观众都在盯着足球进没进的时候，周星驰就在背景里、编号里，乃至那个最不起眼的道具里，把大国崛起的宏大叙事拆解成了13个惊天隐喻。你看懂了，你会起一身鸡皮疙瘩；看不懂，这电影不过是一场热闹的杂耍。今天我就扒开这层喜剧外壳，看看星爷到底在棋盘上布了多大一个局。我是白饭大招，欢迎来到老李家。本期视频我带大家一次性扒干全网最全、最深层、最刁钻的13层大国崛起隐喻。看完本期视频你会彻底颠覆认知，这根本不是一部足球电影，这是周星驰写给所有中国人最温柔、最热血、最厚重的大国崛起史诗。很多人疑惑，为什么一部女足喜剧能在全网引爆军工圈、文化圈、历史圈的集体刷屏？因为它的每一处细节都不是巧合，都是星爷精心预埋的时代伏笔。13层隐喻，层层递进，环环相扣，完整勾勒出中国从落后挨打、艰难追赶到自主创新、领跑世界的完整逆袭之路。接下来我们由浅入深，从爆火表层到冷门深层，逐一拆解这份藏在光影里的大国答卷。第一层，全网顶流爆梗，20号队员歼20威龙。歼20能够急速格挡闪避，蓄势重拳出击，打得敌人鼻青脸肿，悄然进入隐身状态，伺机骤然闪现，掌控战场主动权。未来歼20将持续搭载 WS-15发动机，代号峨眉，配备机载激光炫目装置，定向光束压制敌方光电探测，强光耀眼，激光致炫，可瞬间让敌机光学观测系统短暂失效。中国航空的终极逆袭，目前全网传播度最高、军迷公认最实锤的隐喻，就是20号球员与歼20战机的完美对位，也是整部影片崛起的终极高光。很多普通观众只看到20号队员登场后，赛场局势瞬间逆转，逆风翻盘，横扫强敌，看得热血沸腾。但真正懂行的人都知道，这一幕精准复刻了中国航空工业的100年突围。首先，最直观的数字暗号，球衣号码20，直接对应国产5代机歼20威龙，没有任何牵强附会。其次是出场时机的深层隐喻，整场比赛前期，峨眉队一直被强敌压制，被动防守，无力反击，全程陷入被动挨打的局面，直到战局濒临绝境，所有人都束手无策之时，20号才压轴登场，临危受命。这完美对应了我国航空工业的发展历程。漫长岁月里，我们长期处于追赶者位置，受制于国外技术封锁、设备代差，在高端航空领域毫无话语权。而歼20的问世不是简单的装备升级，而是从追赶、并跑到领跑的历史性跨越。更绝的是角色人设与战力隐喻。20号队员身法灵动，飘忽无形，攻防兼备，对手根本无法预判他的走位跟进攻节奏。正如歼20隐身战机，凭借极致的隐身性能、超音速巡航、灵活战术布局，彻底打破西方空中霸权。如果用一句话总结这层隐喻，20号登场不是简单的翻盘，是中国彻底告别被动挨打，从规则追随者变成未来规则制定者的终极宣告。第二层，最催泪的时代底色，8号队员歼8战机，一代人的负重前行。有歼20的高光腾飞，就必有歼8的默默坚守。这2层隐喻绑定出现，才构成了完整中国航空迭代史，也是整部影片最让军迷破防的细节。8号队员全程对应我国高空高速战机歼8，看过比赛都记得，对阵强敌珊瑚队的上半场，全队被全面碾压，防线濒临崩溃，所有压力所有对抗，所有牺牲，几乎全部都压在8号队员身上。他没有华丽的身法，没有碾压的战力，只能靠着肉身硬扛，贴身拦截，拼死防守，一次次被冲击，一次次被打倒，
却从未退缩。这就是当年歼8战机的真实写照，也是中国空军最悲壮的岁月。在我国航空工业落后的年代，没有先进设备，没有技术支撑，面对域外强权的空中挑衅、抵近侦察，我们没有对等制衡的底气。歼8作为主力战机，性能落后，代差巨大，飞行员只能靠着血肉之躯、钢铁意志贴身拦截，以命相搏，用落后的装备守住祖国的蓝天防线。电影里8号无数次被压制，无数次受伤，却始终坚守阵地。现实里，一代代空军飞行员负重前行，以身许国，用青春跟热血筑起空天屏障。8号扛下了所有苦难，20号解锁所有荣光。从歼8的悲壮坚守到歼20的强势腾飞，这一完整的装备迭代线，就是中国航空工业最真实、最动人的100年逆袭路。前人栽树，后人乘凉，前辈浴血坚守，后辈强势突围，这是独属于中国的薪火相传。第3层最被低估的镜头，飞天足球。中国航空从仰望到比肩，很多普通观众只把足球直冲平流层，与民航客机同框的名画面当成是致敬少林足球的无厘头玩梗，但这是极大的认知误区。这一镜头藏着中国航空工业跨越天际的突破史诗。25年前，少林足球里吴孟达一句玩笑，踢得那么高，把飞机打下来，你赔得起吗？暗含的是当年我们对高空领域、航空领域的仰望与不可及。彼时我国航空技术薄弱，高端领域完全被国外垄断，我们只能仰望别人的高度。而25年后的今天，功夫女足把这句玩笑拍成现实，足球直冲1万米高空，与客机并肩飞行，这一幕的深层隐喻震撼人心。曾经我们只能仰望蓝天，羡慕别人的航空高度，如今我们的航空技术不断突破，节节攀升，从追平高度比肩世界到自主突破领跑全球，从仰望天空到驰骋长空，从被动追赶到自主突破，一颗腾空的足球道尽了中国航空工业步步为营、节节攀升的崛起之路。看似无厘头的搞笑镜头，实则是星野藏在光影里的大国浪漫。第4层，苍龙图腾，完整中国工业体系的觉醒。最近全网爆火，刷屏无数的深层隐喻，就是峨眉队徽的苍龙觉醒，也是整部电影格局最大的伏笔。峨眉队队徽复刻汉代出土青龙瓦当纹路，古朴厚重，暗藏锋芒。青龙在中华国学体系中是东方神兽，是生机，是底蕴，是蛰伏腾飞的象征。古语有云：潜龙在渊，蓄势腾飞，完美契合中国工业的发展轨迹。很多人认为这条龙只是单纯的武侠符号，实则不然。这条沉睡数十年，最终腾空而起的苍龙，指代的不是某一台战机、某一项技术，而是完整的中国全门类工业体系。航空战机的迭代，航天工程的突破，舰船海防的崛起，高铁基建的领跑，新能源产业的突围，所有硬核实力都汇聚成这条苍龙。过去数十年，我们蛰伏蓄力，默默深耕，在各个领域补齐短板，夯实根基。如今厚积薄发，全面腾飞，各行各业突破封锁，领跑世界。从潜龙蛰伏到如今苍龙腾空，这不是单一领域的胜利，是中国全产业链、全工业体系的全面觉醒与强势崛起。第5层，赛事终极隐喻，至尊无敌杯从来不止一场足球赛。整部影片的核心赛事至尊无敌杯，看似是全球足球竞技大赛，实则是全球综合国力的终极博弈场，也是星野拔高整部电影格局的核心设计。古人云：天下大事，分久必合，合久必分。国际竞争从来不是单一维度的比拼，而是综合实力的全方位较量。这届杯赛比拼的从来不是谁的球技更好，谁的运气更佳，而是工业实力、科技水平、文化底蕴、制度优势、国际规则话语权的全方位对决。每一场球赛的输赢都是一次国力博弈的缩影，每一次逆风翻盘都是一次民族底气的彰显。冠军只是最终的结果，真正贯穿全程、支撑峨眉队夺冠的是不断完善的体系、永不言弃的精神、扎根本土的文明底气。所谓至尊无敌从来不是无敌于天下，而是立足自身，扎根文脉，自主自强，便无人可欺，无往不利。第6层，
体系博弈隐喻，大和队成熟工业强国的假象与短板。总决赛对阵的大和队是全网解读最透彻也最贴切现实的博弈隐喻，精准对应照搬体系外强中干的成熟工业强国。大和队打法纪律严明，战术成熟，体系完整，进攻凶悍，看似拥有完美的工业体系跟竞技实力，如同早已成型的老牌工业强国，发展成熟，套路完善，威慑力十足。但星野最犀利的隐喻藏在细节里，大和队的所有战术、所有谋略，全部源自借鉴、照搬、抄袭东方武学。好比你熟读《孙子兵法》，却只学其形，未得其魂，这就是核心差距啊！没有本土文明根基，没有原创内核，没有自主迭代能力，哪怕体系再成熟，战术再完善，终究是空中楼阁，无根之木。反观峨眉队，前期散乱无序，各自为战，如同早期散乱薄弱的中国制造，但历经层层历练、磨合蜕变，最终完成体系化整合，全员同心聚力。这组队力完美诠释大国工业博弈。照搬体系只能成就一时强势，扎根本土，自主革新，凝心聚力，方能行稳致远，终成霸业。第7层，高空霸权隐喻，珊瑚队卡脖子的技术与威慑打压。4强赛的珊瑚队是目前全网讨论热度最高、最贴合当下国际局势的深层隐喻，精准指代掌控全球高端航空霸权，常年实施技术封锁的域外强权。珊瑚队出场的第一个名场面极具深意，队员徒手顶起满载媒体的大巴，掌控绝对力量与舆论话语权。赛前一脚暴力远射，足球直冲10000米高空，险些撞上民航客机。这绝非简单的炫技，而是赤裸裸的霸权隐喻。凭借领先的航空技术、硬核的军事实力，常年在高空领域肆意威慑、抵近施压，制造紧张局势，掌握绝对的高空话语权。更扎心的细节是，这颗带着威慑意味的足球最终精准落入峨眉队的训练场地，砸的全队慌乱失措，无力抵挡。这一幕精准复刻了曾经的我们，高端领域被全面封锁，外部压力直抵家门口，核心技术被卡脖子，面对强权威慑只能被动防守，艰难抵御，毫无还手之力。上半场歼8式的8号队员独自苦撑，节节败退。下半场歼20式的20号队员登场破局，一守一攻，一退一进，完整演绎了我们从被动承压、无力反抗到对等制衡、强势破局的逆袭之路。第8层，现代战争核心媒体大巴，看不见的舆论话语权博弈。很多观众只觉得徒手顶大巴是无厘头搞笑，却没看懂这是现代大国竞争最隐秘、最致命的战场——舆论战。珊瑚队员徒手顶住满载媒体的大巴，这个画面的隐喻极其清醒。现代大国博弈从来不只是枪炮、科技、工业的硬实力比拼，更有舆论、话语权、价值观的软实力较量。谁掌控了媒体，谁就掌控了舆论定义权；谁掌控了舆论，谁就可以随意定义对错，篡改事实，抹黑对手，抢占道义高地。曾经的我们硬实力落后，舆论话语权缺失，面对外媒抹黑、片面解读、恶意带节奏，只能被动承受，无力辩驳。但如今不仅硬实力崛起，更逐步掌握自身舆论话语权，打破西方舆论垄断。星野用最搞笑的画面讲透了最残酷的现代竞争真相。硬实力决定你能不能站得住，舆论话语权决定你能不能被好好的尊重。第9层，产业迭代隐喻，金龙队传统制造到新质生产力的跨越，这是全网最新、最冷门也最精准的产业隐喻。看懂的人寥寥无几。首轮对阵的金龙队力量雄厚，打法传统，作风稳健，具备极强的基础实力，但战术老旧，创新不足，打法单一，没有突破性、颠覆性的能力。这精准对应我国早期传统制造业，体量庞大，基础扎实，贡献巨大，靠人力、靠体量、靠实干撑起经济根基，但创新能力薄弱，核心技术不足，附加值较低。而初期的峨眉队看似弱小零散，却暗藏武学内核、创新打法、灵活变通的潜力，对应我国如今的新质生产力。最终峨眉队以柔克刚，以新破旧，完胜金龙队，隐喻中国产业的完美迭代，从传统制造的体量优势转型升级为科技创新、自主研发，体系领先的质量优势，完成从制造大国到制造强国的华丽蜕变。第10层，文化软实力的隐喻，盲人按摩师妈巴，传统科技的复兴自信，
很多人只看懂了妈巴致敬黄飞鸿、中式疗伤的情怀，却没看懂这是整部影片文化自信的核心伏笔。赛场之上，队员身受重创，筋骨受损，现代常规治疗束手无策，唯有盲人按摩师妈巴凭借中式推拿、经络理疗、传统中医技法，徒手疗伤，固本培元，让队员快速恢复战力，重回赛场。这一幕的深层隐喻直击当下文化的博弈痛点。我们拥有传统千年的中医、经络、传统技艺，这是独属于中国的传统科技体系，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。反观片中梨花队的投机取巧、窃取复刻、抢注专利，映射的正是当下传统文化、传统技艺被恶意抢占、抄袭、篡改的现实困境。妈巴的每一次出手，都是对传统文脉的坚守，每一次疗伤都是传统文化软实力的强势回归。硬核科技是大国筋骨，传统文化是大国底气。第11层，创新内核隐喻。李小龙 Be Water， 从模仿到自主创造，整部电影最高维度、最具官方格局的隐喻，就是贯穿全程的李小龙 Be Water 武道哲学，也是中国科技发展的终极内核。李小龙的核心思想上善若水，无拘无束，不拘形式，灵活变通，打破固有框架，拒绝固化模仿，这完美对应了中国科技的逆袭之路。早年我们摸着石头过河，借鉴模仿追赶国外先进技术，但模仿永远只能跟随，无法超越。如今的中国科技彻底跳出模仿框架，如水一般灵活变通，自主革新，突破边界，从跟随模仿走向原创创造，自主定义新标准、新规则。队长双双的成长线就是最好的印证，从执拗好胜、死板硬碰到如水变通、顺势而为、以柔克刚。真正的强大不是照搬别人的体系，而是走出自己的道路。第12层也是全网最丰神的解读，三条龙体系，文明、资本、创新的三方制衡。看懂这三条龙，才算真正读懂功夫女足。整部影片暗藏三重龙性力量、三方制衡、博弈共生，道尽大国发展的核心矛盾与终极出路。第一，苍龙，文明之本以峨眉队、金龙瓦当为象征，代表中华千年文明、民族根基、本土底蕴，是我们立足世界的根本，是所有崛起的底气根源，纯粹赤诚，坚守本心。第二，黑龙，资本之域，以球队班主为象征，一身龙纹黑袍，形似帝王，手握资源，掌控资本，遇事只逐利益，逃避责任，唯利是图，将武学理想、体育初心全部商业化、利益化，是发展路上的功利枷锁。第三，李小龙之龙，创新破局，以妈巴武道精神为象征，代表打破制稿、反抗异化、自主革新、突破规则的破局力量，对抗资本的功利腐蚀，打破外界的规则封锁，坚守本心，勇于创新。三重力量博弈制衡，完美复刻了中国100年发展的全过程，守住文明根基，挣脱资本制稿，依靠自主创新，最终实现自我腾飞。再看第13层，也就是完整大国装备迭代时，8号队员承载歼8悲壮坚守，扛住至暗时刻；20号队员代表歼20强势突围，开启领跑时代；飞天足球象征航空工业节节攀升，突破天际；苍龙图腾象征全门类工业体系全面觉醒；球门呢是守护家谷的安全底线；至尊无敌杯是全球综合国力博弈的终极赛场；媒体大巴是现代舆论话语权的无形战场；中医疗伤是传统文化软实力的复兴；李小龙哲学是科技自主创新的内核；全队同心协作是新时代心智战斗力的完美体现；最终逆风逆转是中国制造、中国力量、中国文脉的终极升级与全面胜利。从单兵苦守到体系作战，从被动防御到主动破局，从模仿追赶到自主领跑，从硬实力突围到软实力复兴，13层隐喻，层层递进，字字千钧。很多人说周星驰拍的是喜剧，但我想说周星驰拍的从来不是玩笑，是藏在市井烟火里的家国大义，是藏在无厘头里的民族风骨。所谓的喜剧只是温柔的外壳，大国崛起，文脉永存，自强不息，才是这部电影真正的内核。易经讲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。没有一蹴而就的崛起，没有凭空而来的荣光，所有的逆风翻盘，所有的强势腾飞，都源于数十年的蛰伏蓄力，坚守本心，自主革新，凝心聚力。
从前我们以血肉之躯守山河无恙，如今呀，我们以硬核实力守护家国安宁。这呀，就是功夫女足藏得最深也最震撼人心的中国式大国崛起之路。我是不爱放大招大招，点赞关注，下期再见。